既然认清心意，说开了一切都好。其实也很简单，你只喜欢阿英，阿英也只喜欢你。已经错过2年多，你们也不想再继续错过了，对吧？魏长泽说道。阿英比较任性，但也有自己的顾虑，不过只要是他认定的人，是不会轻易放弃的，就跟他母亲一样。我会考虑的。实在不行，就直接告诉他，一切都不如魏英重要。一这样想，心里的阴霾顿时烟消云散。蓝忘机工作到下午，想起晚上还有宴会，便给魏无羡打电话。魏英，金家那边要去吗？哦，是蓝湛呐。魏无羡的声音怪怪的。怎么了？蓝忘机敏锐地察觉到魏无羡的不对劲。没什么。魏无羡连忙否认，金家要去的，江城一个劲给我打电话让我必须去。下班来接你。蓝忘机疑惑并没有完全打消。不用，我还有事。魏无羡拒绝道，我等会自己过去就行。还有什么事？蓝忘机追问。只是要去给客户送话而已。魏无羡忽然压低声音，就这么想我？昨晚还没干够吗？没事，别急，晚上回来陪你继续啊。这忽然变味的诱人语调，像一阵风似的刮过耳边，蓝忘机只觉得脖梗发烫，本能挂断电话。都能想象，在电话那头，魏无羡一定在捂嘴偷笑。在言语方面，蓝忘机与魏无羡正面对决，可以说毫无胜算。晚上，蓝忘机准时赴宴，魏无羡果然还没来。金家这次兴师动众，请了许多贵客，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，听说部分大佬还是金光善亲自邀请的。比较奇怪的是，大家都不知道这场宴会的目的是为何。宴会开始10分钟后，金子轩帅气地走到场地中央，承蒙各位贵客前来捧场，今天是想邀请大家一起见证一段感情。除了金家人外，包括江家人在内的宾客都吃惊不小，其中最吃惊的莫属江厌离。但这次金子轩长了记性，放下骄傲的态度，语气真诚许多。厌离，是我一直口是心非，一开始确实是母亲逼着我相亲，可是跟你见面之后，我就喜欢上你。全场目光聚焦在女主身上，江厌离的脸颊肉眼可见的通红，但这次她没有立刻甩脸离开。我不愿意轻易承认，总觉得一相亲就喜欢上对方，面子总过不去，所以我才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。金子轩一直看着江厌离的方向，态度诚恳。今天我请这么多客人过来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让大家都知道我对你的喜欢是真心的。江厌离眼眶也红了，他掩着嘴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厌离，你能接受我的心意吗？金子轩像一个帅气的王子，手捧鲜花，面向自己的公主单膝下跪。江厌离看着金子轩，缓缓放下手，脸上的表情忽然十分平静。不行。说完，转身就走。在场的客人满以为可以见证一段美好的恋情，哪知道会是这样尴尬的结局。江澄和聂怀桑都没料到事态发展，金子轩呆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金光善正准备上前挽回点气氛，哪知道魏无羡忽然挤了过来。说完了吗？金孔雀有进步，再接再厉哈。没事的话往旁边站一站，现在就该我了，这里还有一段感情需要大家见证一下。魏无羡大大咧咧走到中间，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会儿，最终锁定在蓝忘机身上。我的面子也不值钱的，蓝湛，我喜欢你。话锋转变得太突然，客人们面面相觑，纷纷把目光投向面色铁青的蓝启仁。蓝忘机也一秒懵住。魏无羡不以为意，调皮一笑，我可是真心想跟你上床的。现场直接炸掉。起床吃过午饭，魏无羡忍着腰痛，抱着半成品化作出门去画廊。再不去处理生意，店员们都要被顾客催崩溃，无奈只有魏无羡有权限接触画作，大家只能干等。魏无羡这个老板也算敬业，前一晚才被人翻来覆去干了好几轮，下午又生龙活虎来处理生意。他清点好订购的画作，安排店员配送货物。店里的画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，他过段时间得出国一趟，多找几位朋友加大订购数量。没事别打搅我。做完事情，魏无羡泡了杯咖啡，去楼上继续画画。以后得多让蓝湛给我当模特才行，凭着记忆和印象画出来的，就是感觉差点什么。魏无羡边画边想。
这幅画无论是蓝忘机的造型还是神情，他都无比满意。恍然间，总觉得蓝忘机就坐在面前，可抬头看过去，空空如也的展厅让他倍感失落。明明昨晚还在一起，怎么几个小时没见就这么想念？魏无羡又想起两人昨晚吵架的场景，面对问题，他没有做到坦诚相待。虽然是他嘴上耍帅、先入为主，给人不好的印象，但蓝忘机对他表白时的态度依旧令人火大。所以，面对蓝忘机那句“我喜欢魏婴”，魏无羡也毫不犹豫对了回去。可现在退无可退，估计蓝忘机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话了。难道这辈子真的就只能和蓝湛偷情过了？老板，有客人。正想着，楼下的店员冲他喊道：“有必要直接叫我吗？雇你们来是干嘛的？”魏无羡还拿着画笔，越过栏杆往下看，才发现是来了贵客。既然不是外人，魏无羡直接请蓝曦臣上楼。店员很有眼力见，送上咖啡立刻离开。蓝大哥今天怎么有兴致过来？魏无羡继续作画。无羡都只画忘机吗？蓝曦臣坐在一旁，兴致盎然地看着画布。魏无羡并不介意被蓝曦臣看到这半裸的蓝忘机画像，十分坦率地回答：“是啊，我好像只对画蓝湛感兴趣。你们还没有说好吗？”看到魏无羡神情怪怪的，蓝曦臣犹豫着，还是问出口：“说不好了。”魏无羡赌气一般，冷笑着说：“现在就这样挺好。”蓝曦臣并没有急于劝说的意思，反而转移话题：“对了，我想买一幅画挂在会议室里。蓝大哥来晚了，我刚把画廊的库存清空。”魏无羡表示遗憾：“等下次到货先给你选吧。”“你不是在画吗？”蓝曦臣问。“蓝湛的画我可不会卖。”魏无羡傲娇地说：“我是留着自己欣赏的。作为忘机的家人也不可以吗？我想挂在家里。”蓝曦臣笑着说：“这幅我们肯定不会要，之前画的可以考虑一下吗？”蓝曦臣温和的声音让魏无羡态度软了下来。“是因为这幅没穿衣服吗？”魏无羡也猜到蓝忘机那古板性格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古板的家庭，家人看到也会不好意思的，对吧？“不是。”蓝曦臣站起身，走到画布前仔细端详片刻，才说：“这张忘机的神态尤为不同。”“是吗？”魏无羡歪着头看向画中的蓝忘机，这张是蓝湛亲自当模特画的。难怪，蓝曦臣欣慰道，这种温柔充满爱意的眼神我从未见过。有这么夸张？大概是每天都面对这样的蓝忘机，魏无羡习以为常。蓝湛责任心真是强，只是有过婚约的人而已，都这么认真对待。怎么会这么想？蓝曦臣坐回椅子上，忘机喜欢你，又不是因为婚约。魏无羡暗暗诧异，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不是婚约又是什么？难道搞艺术的人都这么迟钝？”面对无比迟钝的前弟媳，蓝曦臣忍不住要挖苦一句：“忘机既然因为婚约带着责任感才喜欢你，离婚后更应该与你划清界限才对。”魏无羡一愣，忽然觉得蓝曦臣的话很有道理，